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3月18号到3月24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 ，Pinkoi 推出台日直送服务。Pinkoi 于今年3月开始推出台日直送服务。我认为这是因为 AI 技术的崛起，让跨境电商的语言障碍文本翻译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使得现在推出此服务就是最佳时机。第二 ，Shopback 裁员24%。Shopback 近期宣布裁员，并终止先买后付的业务。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这项业务它面临的本来就是高风险的人群不是说很可能，而是已经造成严重的呆账问题迫使 Shopback 去做出调整。第三 ，Toys 发起验法挑战。Toys 因为听到近期健身网红皮塔哥哥的大麻事件，提议发起 KOL 的验法挑战来检测谁有吸毒那像这就是知识型网红吸引工作注意的方式。想知道每周的电商大事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个礼拜在电商领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3月18号到3月24号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Pinkoi 推出台日直送的服务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Pinkoi 提到他们在日本市场的跨境订单中有超过一半都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品牌，并且从今年3月开始 ，Pinkoi 更进一步去推出了台日直送服务，预期将带来双位数或是3位数的成长百分比。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就 Pinkoi 现在的策略就是做跨境电商来赚钱，这个是很明明白白的一条路确定能赚到钱那我们要讨论的是，他为什么是选择现在，而不是3年前我的看法是，还是跟 AI 崛起脱离不了关系现在很多的品牌电商在布局跨境的时候，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双方语言不通，但是你要找跨境电商这个懂的人才又很稀有很少如果你找得到，人家要的薪资也超级之高，所以实务上就变成你得招一个懂日文的然后慢慢教电商。那学完之后他就跑那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奇货可居嘛那现在不一样他也不用招那个懂日文的人你就直接把整封 email 喂给 ChatGPT， 他就帮你翻译了，然后你再把他的回信翻成日文就搞定了。所以说最难处理的语言门槛甚至是日文的客服要注意礼貌的那种但已经被攻克了。也就是说现在只要你想，你其实就可以做跨境市场那只有落地的部分要去处理而已不然你就找 Pinkoi 这种公司。好，第二个新闻 ，Shopback 裁员24%。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Shopback 宣布减裁195名员工，占其总人数的24%，并决定终止先买后付的业务。执行长对外解释的原因是团队扩张太快。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团队扩张太快，营收跟不上的案例。那决定终止先买后付的业务，坦白说也不太让人惊讶。先买后付的商业模式是这样消费者买商品之后 ，Shopback 先帮他把钱付掉，然后消费者就是欠 Shopback 的钱那这个模式的问题就是会选这种消费模式的那个支付方式的消费者，他要么就信用卡爆啦要么就他还不能办信用卡那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征信上可能都有问题。所以本来就是高风险的人群那先买后付这个生意的赚头在哪里？赚头在你可以收他比较高的利息这样我猜啦Shopback 的先买后付的业务应该很多呆账了，而且已经达到获利无法去 cover 的程度所以要把这个业务结束掉，意思是继续做下去只会赔越多，没有转机的那种。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吧。第3个新闻 ，Toys 发起验法挑战又是他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之前有健身网红皮塔哥哥被警方在健身房搜出大麻，并且以5万元交保的事件那现在在 Toys 的直播中提到皮塔哥哥的事件，然后提议发起一个验法挑战来检测毒品，并且直接点名阿滴来参加阿滴英文那也是一个大网红这样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Toys 还是很会搞流量，现在又靠这个抢了一波流量版面而且他之前
就因为贩毒被判刑讲这个就很有说服力，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一般的 KOL 遇到这种话题大概都是能闪就闪，能躲就躲。害怕观众把他跟毒品扯上关系，那 Toys 不是就贴脸开大，就直接说来办验法挑战、验尿挑战。那个阿弟你说你今天是阿弟，你接也奇怪，你不接这个挑战也很奇怪那就看后续的发展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3月18号到3月24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 ，Pinkoi 已推出台日直送服务。第二 ，Shopback 报裁员24%。第三 ，Toys 发起验法挑战讲八卦，我看到的还是电商跨境电商的机会。我们台湾的产品很烂吗？不会啊，很好啊。七七乳加巧克力很烂吗？不会啊。这个投放到美国投放到西班牙，这也是会有一定的市场啊。对，但是我也不晓得就是我们台湾人的不管是市场还是说这个经营层我们在看欧美市场我们是这样子看的，往上看的，就觉得人家比我们高级那我们在看东南亚市场，我们就自以为是往下看的，就觉得我们比人家高级，所以大家都先去东南亚我是认为没有啦，没差。台湾也是有好产品啊，比方说明星花露水，如果它产品不好，它凭什么可以卖了好几十年比方说鳄鱼蚊香对啊，这都是好产品，那你就给它卖到国外去啊，想办法卖到国外去啊。对，那现在只是说 Pinkoi 这种通路电商平台，它只是让你方便去做这件事情方便去做这件事情。实务上你的本业应该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应该自己就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去赚外汇，去赚美金跨境电商其实它有2套生意2套生意。第一套生意是我们台湾品牌就像刚刚讲的，去国外落地去国外落地，那个有一点点麻烦不是说什么完全无痛轻松那落地麻烦的地方在头程物流头程物流就是你东西要卖到别人的市场，你可能有一些检验那一些文件这些东西要去申请，要去过。比方说保健食品你要卖美国，你就要过食药署的认证 FDA 吧，那个东西很麻烦就是那如果你是电器用品那你要卖到美国，你要过美国当地的那些电检好，那你要搞定这些东西，并且要在海外有一个仓库海外有，这通常现在不会自己去弄，通常都是用第三方的用海外仓，然后就开始去做那个当地跨境电商市场。为什么是当地跨境电商市场呢？是因为电商的门槛最低门槛最低，你可以去做试水温的动作，你不用惜家带眷，直接人就投放到美国不用这样，你就电商先卖看看卖不卖得动，跑得怎么样。好，这个是第一套生意，叫做我们去别人家卖东西那第二套生意是别人要来我们家卖东西别人要来会来啊，此时就对他们来讲就是跨境电商对他们来说是跨境电商这对我们来说还是台湾市场那我们可以去协助他落地落地在谈这也是一种蛮赚钱的服务专门去接洽国外的品牌，然后来台湾落地。我在讲的不是代理商而是就真的有公司在提供这样的服务。日本的牌子他们想不想进台湾市场？会啊，会想啊那德国的牌子想不想进台湾？会啊，会想啊。那这些小牌子可能他们找代理商也不熟，他牌子也不有名那他们就先投放到台湾的电商市场来看，有专门的公司做这种接洽，所以跨境生意本来就是2套双向的。OK， 好，还是那个建议啊，就是你在台湾稍微站稳脚跟，就要赶快布局跨境就要赶快布局跨境，不然台湾市场神仙打架那你也无法确定你未来会一直赢下去。你稍有一点点存款，稍有一点点实力了，你就要赶快去布局跨境的部分了其实跨境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昂贵，你真的是拿100万100万到150万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测试半年到1年，你就知道你的产品在当地市场到底是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的很精实的去做。那不受欢迎的话，你也收集得到数据回来，告诉你说你的产品是哪边有问题比方说美国人就写那个715乳加巧克力太小因为他们分量都很大之类的，那你就再去做改进好，那分享一下跨境电商应该就是台湾电商品牌电商的下一个重要战场。你一直都在台湾这个小岛那边卷来卷去，你自己都说台湾市场太小，那你干嘛不出去你出去你就说我不会现在不是
有各个工具、各种公司都服务的好好的，对吧？像我们 Cyberbiz 也有这个跨境电商的部门啊，也是在承做这些我们客户要去国外各种事情的打理。跨境电商去试试看啊，不错的。一旦赚钱就比台湾赚钱很多啊，所以本来生意人就应该要往这种毛利比较高的市场去布局跟你分享。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